爱情保卫战，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。那今天呢，陪伴我们共同来保卫爱情的，还有其他几位观察团的成员老师。那么在我们观察团当中呢，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，他呢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艾小宝。大家好，我是爱情保卫战专属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，用算法读懂情绪，用逻辑拆解真心，只做客观理性的情感分析官。今天我将用数据捕捉言行背后的真实心理，精准定位情感矛盾核心，陪大家一起看清爱，读懂爱，守护爱。好，再一次欢迎我们的艾小宝。七夕佳节刚过，不知道大家的七夕佳节是怎么度过的呢？其实呢，提到七夕呢，有一首关于七夕的诗是这样写的：几许欢愁与离恨，年年并在此宵中。就像我们爱情保卫战一样，我们呢见证了很多的欢情和离恨，我们也抚平了很多遗憾的情感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每个人心中对爱情都有自己的解读。同样的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即将请出来求助的情感嘉宾，他们在情感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？是否能抚平心中的遗憾呢？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。他让我又相信了爱情，是我想白头到老的人。可是我想结婚，他却始终不愿意。他给了我的陪伴，他给我的温暖，让我确实很有家的感觉。我很爱他，但是我就是不想结婚。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？他们两个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情感故事呢？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。岳先生43岁，婚庆主持人；王女士43岁，剧场运营。二位好，先来说一下今天来我们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？我今天来，我就想要一个答案，我就想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分。对于他的这个诉求，说实话，我其实是不太理解的。那您不理解的点是啥呢？我是一名婚礼主持人嘛，我看过很多新人在舞台上的浓情蜜意，我也了解了很多再婚新人他们曾经的一地鸡毛。我觉得婚姻只能够保护的是财产，并不能保护一段爱情。两个人在一起这种状态，我觉得就挺好的，而且这么大岁数了，都曾经经历过这些东西了，为什么一定要纠结那张纸呢？方便说一下你们上一段婚姻分开的原因吗？可能就是跟前妻性格不太合适吧。有孩子吗？没有。你们结婚多少年啊？3、4年吧。那您这边的情况呢？您为什么分开呢？就是因为前夫对我冷暴力。孩子呢？没有，前夫那个态度让我不敢去要孩子。结婚几年分开的？有个2、3年。分开多久之后遇到他的？将近8、9年的时间。我完全不敢去触碰感情，直到老岳的出现，那个时候他对我确实很细心。下雨他会绕远路来接我下班，节日什么的他也会买花买礼物。我们剧团排练到很晚的时候，他也会在后台提前的给我备好温水和润喉糖。他一直都对你如此之好吗？也不是，刚开始的时候用的心思会比较多，但是后来对我的生日的约定他却视而不见。什么情况？生日之前的大概2周的时间，我就提前跟他说了，我说老岳，你就别再接活了，陪着我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吃顿饭，过个生日。然后那天我打开了氛围灯，我点上了香薰蜡烛，我还买了一个小蛋糕，我就等他回来。他始终没有出现。我给他发信息他不回，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。我翻看朋友圈，我发现他的一个朋友就是也是做婚庆的，在直播
直播间里，这位先生西装革履、满含深情地引导着2位新人在那里做山盟海誓。可是过生日的我就一个人孤零零地面对着一桌子冷掉的饭和菜，还有那个化掉的冰激凌蛋糕。这个事儿吧，确实也是个意外。我其实是给他发过一个信息的，但是因为是在地下车库里边，信号可能不太好，信息吧就没有发出去。他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一直不理他，而且都知道，就是你像一般我们的档期的话，都是要提前很早就预定的，已经答应别的事，我没有办法去推掉。而且当天的话，我觉得是9点半之前结束了之后回家了，这个生日我觉得依然是可以过的。但是因为当时就确实是现场出了一些状况，就拖的可能是比较晚。我觉得他就是在逃避，因为那天我就是想我们2个人安安静静的静下来，好好的谈谈以后结婚的事情。其实他也知道我想谈什么，所以他才有事能推也不推。哦，他就是在逃避。我就是忙。咱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害怕跟他探讨结婚的这个话题吗？我不太愿意跟他去探讨这个话题。所以你害怕探讨，我就干脆不去，对吗？对。我觉得他心里还一直放不下他前妻，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我结婚的原因。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就是有一次我生病，我给他打电话，结果电话刚接通，他就特别着急的跟我说他前妻的店里出了事情，他要过去协调，说那天他可能要晚一些回家，就没有给我任何说话的时间，他就匆匆的把电话挂了。那会儿你也没说你生病不舒服呀。你给我说话的时间了吗？然后那天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医院，孤零零的坐在那里。那天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前妻的一个朋友，他们2人一块合伙开了一个宠物店，然后他个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就说店里边有人闹事儿，希望我去看一下。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报警？然后他朋友就说这个事儿太小了，不值得报警，说你过来看一下，帮着解决一下。当时也觉得不太好意思拒绝，当时我就去了。我没有想到他会对这个事儿反应会这么激烈。前段时间有一天，他在厨房里忙，然后他电话响了，他的手机里面出现了一条他前妻给他发的谢谢。然后我就往上翻那个聊天记录，结果有一个5万块钱的转账记录。我就很平静的我问他，我说老岳，为什么给你前妻还有一个5万块钱的转账记录啊？他当时他就急了，他说是他前妻妈妈生病住院，没想那么多，直接就转了。我前妻这个人吧，我们分开这么长时间，他基本上都是不联系的。然后他因为这个事联系我，人命关天，那谁还想那么多？那人命最重要，那肯定就是第一时间就先应急嘛，就把钱就给人转过去了嘛。大事儿你得管，小事儿你也管。前期的店有一人来这儿闹吧闹吧，连报警都够不上的事儿，你滋溜就去了。我觉得是朋友嘛，那别的朋友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也会去帮忙的呀。你们俩不是总都不联系吗？对呀，没有什么事的话，一般都是不联系的。而且上次联系的话，也是他朋友给我打的电话，我要也不是说的就是这个，就是前妻的朋友跟你说，你滋溜一下都去了。而且前妻的朋友为什么要找他呢？就是前妻的朋友可能觉得我这个人能说会道嘛，能帮他解决问题。珊娜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他当时他跟我急眼，他说他想等他前妻把这个钱还了之后，他再跟我说。我生气的是还不还钱这个事儿吗？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究竟生气的是什么？只要一跟前妻这2个字挂钩，他就一定会炸毛。所以我就想着说，这个事儿能不说就不说吧。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。前妻现在单身吗？单身。你心里还有前妻吗？没有。你撒谎，他心里就是有他前妻。我觉着我们现在就只是朋友。好，如果前妻突然回头跟你说，我还想跟你试一试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应该会拒绝。应该会拒绝哈，你看这个语言的艺术啊。那你觉得，任何一个女人，你都不想跟她再步入婚姻了，是吗？目前是。目前是。哎呦，你这几个答案，我的天！我一直觉着吧，2个人结婚一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。他不是说我给你一个时间，什么时候跟我结婚，然后我也给你一个时间点，咱俩什么时候要孩子，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他应该是一个，就2个人在一起，自然而然2个人就觉着，哎，是不是我们该结婚了呀？然后就开始结婚了。懂了，不想结。
不是，我说的不准确啊，不想跟你结，水到渠成嘛，跟你没水到渠成呢。所以那一次在朋友的婚礼上，你才那样说，是吗？在朋友婚礼上他说啥了？有一次我朋友婚礼，然后有一个朋友就在那起哄嘛，就说他，说老岳，下一次是不是就该你自己主持婚礼了？说指着我说，赶紧把人家娶回家吧。他当时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我在那巴巴的看着他，然后旁边我朋友看不下去了，就问他，你这低头不语玩沉默是什么意思啊？结果他直接就火了。那本身就是人家的婚礼嘛，那你去提这个事儿干什么？他说，你们别瞎起哄，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。那天回去的路上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就没想过我那个时候很难堪吗？结果他可振振有词了，他说，如果我顺着大家伙的话说愿意和你结婚，可是以后做不到，这不是伤害你吗？他说他怕伤害我。本来也是这个样子的呀，你再问到我回头以后了，我还是给不了你一个想要的答案。那么期待越高，失望越大，那么图什么呀？哎，如果他今天要说你要不给我这个名分的话，我就跟你分手，怎么办？他没这么说。我就假不是，今儿要他不给你这名分，你就跟他分手吗？对着他说，分还是不分您选。哎，知道为什么了吧？他说不出来，所以这个假设真不成立。你不给我名分，我也不跟你分手。您回答我一声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看，那你一上来振振有词的，我就要个名分。哎呦，我天哪！我以为你下了多大的决心呢？这不就咋都行吗？各位老师们，这样的爱情该不该保卫呢？王女士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：一男的，不管是事儿还是钱，跟前妻纠缠不清，这男的还瞒着你，这男的当着你所有的朋友给你难堪，这男的还能嫁他吗？不能。那为什么你要嫁给他？他总是一次一次的跟我说，让我再给他一点时间。我也想着，可能我对他好，他可能就会为我改变。您今年是43岁，对吧？对。哎，您有时间吗？没有，因为我爸妈也催婚催得很紧，我不想再这样耗下去了。所以你要换人啊，你给他机会跟你耗着，你们这段感情我就不保卫了。老岳，你要真不想娶，咱别留在这儿硌着人家，硌着挺难受的。老岳，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姻？就是挺矛盾的。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能管着我，但是也能包容我，就是他能够陪着我一起去疯，也能够管着我去疯。您懂我的意思吗？懂。哎呀，我懂啊，你这挺难拿捏呀。波儿姐，你的那个理解的角度是哪方面的？就你得管着我，你还得跟我一起疯，就是可他心情。你怎么开心怎么来。其实你不是不想娶，你只是不想娶他，你不爱他，甚至你可能，我猜测你可能都不爱你前妻，永远没有你满意的。这样的人没有吗？有了，你想干嘛？娶那个呀？这样的人没有吗？你可说的是不是他？不然的话你不会问这样的人没有吗？我是觉得他有这方面的潜质。咱都快50了，还培养呢。男人至死是少年，你是少年，他不是啊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觉得前面老师说话都太含蓄了啊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姐姐她想给你托付终身，你呢，你是随时想抽身，你真的太不负责任了，根本就不是恐婚，你是既要又要再要。你明明知道结了婚了之后，夫妻的忠诚义务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哎，你还希望能打破这一点，还想随时要自由。婚姻意味着什么？我觉得你非常清楚，它代表着责任，代表着权利，代表着义务。一方面享受爱情，一方面又不想承担责任，拖着不结婚，又想占着伴侣的这个位置，就是责任的缺失。所以你不是恐婚，就是人不对。我想问问先生，我现在给你做一个清场，
女士，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啊，我就想说做一个清场，你的前妻还有你现任的女友，每个人都有一张手术通知单，上面需要家属签字，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去签这个字的情况之下，你会给谁签？还是你都会签？都签。我是觉得你把他当爱人，他把你当家人。老岳，你给他的只是一个关于亲人的陪伴，但是不给婚姻的原因是你不想承诺任何事。我觉得不承诺就没有伤害的。你受伤了吗，王女士？你这种一次一次的回避与推脱，一次一次的伤害了我。他受伤害了，我耗不起了。他今天不给我结果，要么就领证结婚，要么就此分开。哦，太好了！我最后就说2句啊。平时你们2个人做饭谁做呀？大部分时间他做，他帮你收拾家做饭，对吧？我有时间我做。你有时间，1周7天，你有几天时间呀？咱就说点落地的话，为啥不娶也不分开？洗衣服、做饭、收拾家，多好啊！我又不用负责任，我平时提供点情绪价值，他都得感动得稀里哗啦。而且还有一点，为啥不结婚？他想要的婚姻是什么啊？能跟我一起去疯啊，然后还能管住我的人，啥意思？就是我马上要那个掉下去的时候，那个悬崖边上啊，你拉我一把，别让我真怎么着。但是我外面的花花草草，你给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婚姻的本质是什么？我要想喝这屋内的一碗热汤，外面那些芬芳我得都断了。但如果我要不进围城的话，我外面那些芬芳可以，但是我就没有这碗热汤了。哎，你呀，恰好让他骑在墙头上了，我这面又能惦记着芬芳，我屋内还能喝热汤。所以人家不分手啊，人家也不娶你呀。哎，我们都说完了啊，我们可能比较感性，但是我们有理性的艾小宝。有请艾小宝。从刚刚2位的表述里，我分析得出这段感情里问题占比清晰，男方占87%，女方占13%。男方因上段婚姻创伤陷入恐婚，回避婚姻承诺，与前妻边界模糊，忽视女方核心诉求是矛盾主因。女方急于结婚，沟通方式偏激进，间接加剧矛盾。建议男方明确与前妻边界，正视女方的安全感需求。女方放缓节奏，理解男方的恐婚心理，用温和沟通代替催婚，双方共同制定时间规划，慢慢加强对婚姻的信心。刚刚我听艾小宝里头说了一个前妻的一个边界感，我想说2句。我觉得我在上一段的婚姻当中其实是心存愧疚的。我的前妻当时是扛着家人的反对，义无反顾的跟我裸婚的。我当时心里边就暗暗发誓，我一定要拼尽全力，我要给她幸福。但是当时就是说想要创业嘛，结果失败了，一定饥荒。然后当时他就是拿出了大半的工资帮我还债，陪着我一起熬那些苦日子。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吧，就是我一直对他心存愧疚。如果他要张嘴说想要我帮忙的话，我觉着我是有这个责任的去帮他一下的。你对王女士有愧疚吗？有愧疚。王女士对你好吗？好。所以你也会一直记着她？会。未来他成为前女友之后，他也有求必应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好，来，好，那接下来就请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吧。我们会准备一些你们过往的瞬间，你们想不想看？看一下吧。不看。不看就不看吧。好，美好发生，怎能不看？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我特别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或许我还没有从上一段的阴影当中走出来。可能有很多事儿的做法可能让你不舒服了。我知道你想要跟我结婚，其实可能不单单是想要那张证，更是想要一份承诺，一份安全感。老岳，你现在在说这些，我还能相信你吗？其实你看我们俩人在一起，不一直都挺好的吗？我希望我能相信你吗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可以吗？
还给我点时间，对，要给我点时间，人家愿意给嘛。我们一起来开门看答案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哎，到现在他没出来，这个我是可以想得到的，因为毕竟来说的话，那么长时间了，一直给不到他想要的答案，他可能心也伤透了。在这儿留下来，我就想也借这个机会跟他说一声吧，感谢这么长时间的陪伴，也希望他能够幸福吧。搁你这儿完事儿了，你能娶她吗？再问最后一次，你能娶她吗？如果你能娶她，现在马上叫出来。我希望他以后能找到自己的幸福吧。OK， 好，谢谢你，再见。希望他们都能各自安好。我们要迎接我们的下一组求助嘉宾了，他们在情感当中又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？我们一起来了解他们的故事。稳定的工作，固定的收入，温馨的家庭，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。要创业，要敢拼。我才24岁，我一定要活出自己想要的状态。我希望他能放弃创业，跟我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。我只是想让他不要管我那么严厉，给我多一点自由。7岁的年龄差啊，这样有差距的情感到底值不值得我们保卫？来，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求助嘉宾登场。高先生24岁，待业；钟女士31岁，舞蹈老师。二位好啊，你们今天的核心诉求是什么？我今天就是来逼婚的，因为我比他大7岁嘛，我觉得我等不起了，我想赶紧结婚。他就是特别幼稚，天天想着创业。我今天就是不想让他再创业了，想让他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，赶紧结婚。哎呀，又来逼婚的啊！他总是说我幼稚，他什么都要管。我的诉求就是不要对我那么严厉，稍微给我一点自由。你说我管你，那我为什么管你啊？如果他各个方面都做得很完美的话，都做得很到位，我觉得我也不会去管他。那就说穿衣服吧，花里胡哨的，天天穿的。有一次是我妈过生日，我当时就觉得趁这个机会见一下家长嘛，所以我特意给他准备了一身偏休闲的西装吧，我就送给他，我就说我妈过生日那天你一定要记得穿这身衣服。他嘴上答应说好，到了那天我整个人都懵了，穿的就是特别幼稚、特别随意的一个 T 恤，然后还有一个牛仔裤。我就觉得在家吃顿饭而已，我穿那样的衣服比较随和。我就觉得你心里压根也没我，也不尊重我，也不尊重我的家人。那不光是这件事，就包括做家务，我出去上班了，他那天休息。我觉得你在家休息，那家里的卫生你打扫一下总可以吧？我还怕他忘了，因为他有拖延症。我上班的时候我还给他一遍遍发微信提醒他，然后他说好的，我会做的。结果我下了班到家之后，他啥也没干，他就在床上躺着打游戏呢。那你比上班还严呢，上午洗衣服，中午晒被子，下午拖地，晚上提前做菜把肉拿回来，你比我上司还严呢。我给你规划时间，这不是因为你有拖延症吗？你老是找借口，给你布置任务，你啥也不干。那除了家务，还有什么其他事儿？我交朋友出去吃饭，他也管。我跟我朋友偶尔吃个饭，打打球，他就觉得我是不务正业。不是，你要是1个月出去个1、2次、2、3次，我都能接受。你1个星期恨不得出去3、4天，
他经常换朋友，他朋友老多了，咱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朋友。他经常跟不同的朋友出去玩，我为啥管你？你不知道吗？一我没有安全感，二我有的朋友认识，有的朋友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他那帮朋友都是干什么的，是不是正经朋友？那你每次出去你都花钱，那你这1个月算下来也花不少钱。是啊，你最后不一天就给我20块钱吗？我买瓶水都得寻思寻思，人家朋友都说我找了个妈。那如果说工资什么的都在你手里，那你出去玩，咔几千块钱没了，几百块钱没了，那谁知道你们去玩啥呢？我控制不住你出去玩，最起码我得控制你花钱吧。我俩目前的情况就是赶紧攒钱，努力工作，然后攒了钱我们买房子，然后结婚。你也知道我比你大那么多岁，那人家又没有那么大的女朋友。那我出去吃饭打个球，怎么又耽误结婚了？你们是正经朋友吗？你们在一块天天都玩啥聊啥？咋就不正经了？有那么多话可聊呢？谈人生，谈理想，我们都是学音乐的，万一以后能合作呢，创个业呢，是吧？哦，怪不得你们天天聊到那么晚，原来是聊创业去了。哎，对，正经事儿啊。不是老师，你不知道，不提创业还行，一提创业我就来气。如果不是因为创业，他也不至于现在负债6、7万。我今天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放弃创业。一开始他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一家音乐机构，大概能赚个7、8千块钱吧。我觉得这个工资我挺满足了。我们2个一起努力，一起攒钱的话，大概2、3年就能买个房子首付嘛，然后就可以赶紧结婚了。然后他飘了。他觉得啊，我打工我都能赚那么多，我要是自己当老板，我1个月不得赚个好几万吗？刚好呢，他机构还有一个同事想要出去创业呀，自己开机构单干呀。他一听，我的天哪，上头了，就是一股热血的说，哎呀，我要跟这个同事，我俩一起合伙，一起开机构当老板。我就劝他呀，我说你才刚毕业，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就不错了，还想什么创业呀？创业10有8九都得赔钱吧。他没有跟我商量，他辞职了。他每天还是假装正常去上班，2个多月之后，第2天要开业了，他跟我说，明天我机构就要开业了，你要不要来参加剪彩仪式啊？哎，以后你就是老板娘了，哎，要不然你把你工作也辞了吧，来我机构当舞蹈老师。我整个人我都懵了，这么大事儿没跟我商量，他自己一个人他就辞职，然后加开机构，他借了6、7万，然后全投到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里面去了。那你现在的机构情况怎么样？机构还能怎么样啊？肯定是不好呗，现在就已经倒闭了。我不是不跟你商量，我无论干什么事儿，你都说，哎呀，你才多大呀，你肯定就不行，你老是打击我。我不是打击你，是因为我觉得我比他大那么多嘛，我工作经验肯定比他多，所以说我是想把我的一个经验去跟他说，咱们能少走错一步路就少走错一步路嘛。然后当时他开了那个机构以后嘛，他那个合伙人干了1、2个月之后，他一看情况不好，人家就撤了，就不干了，但他不愿意放弃。他就开始招生嘛，他天天去发传单，我也心疼他嘛。然后我是每天下了班之后，我也去陪他一起发传单，发了大概有半个月，没怎么有来试课的学生。试课其实是免费的，然后他想了个办法，他自己花钱买了好多小玩具，只要来试课的就给人家送一个玩具。当时这方法确实奏效了，来了好多试课的，最后1个都没成，因为都是奔着玩具来的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劝他了嘛，咱们要不然也放弃吧，还能少赔一点。然后他就为了不让我叨叨他又开始骗我了。他跟我说来了好多报名的，说我们马上赚大钱了。我当时一听我还特开心呢，我就去他机构找他了。到了机构哪有学生呀，一共就2个7、8岁的小孩在那上课呢。我这不是也是怕你叨叨我吗？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什么事都干不成。就那么喜欢当老板吗你？哎，咱不聊创业的事儿了，行吗？行。你今天说你要来逼婚，他们家的人你见过了吗？见过了。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不敢公开我的，我比他大7岁嘛，我们差不多谈了1年了，他都一直不公开我，也不跟他家里人说。你要说谈几个月不公开我可以理解，我说谈1年了你都不公开我啥意思啊？我心想你是渣男还是怎么着？我说我是拿不出手吗？他给我的说法就是他不敢跟家里说，他怕家里知道不支持。家里知道了确实不太同意，我爸妈还好，我有5个姑姑，1个都不同意。今年过年就跟他说呀，他说你俩差7岁呀，可是他说你真想好了吗？我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大多少只要2个人合适就行了啊。他们一直说，哎呀那个，你看他都快30了，说他不好生孩子，所以说为什么一开始不愿意跟家里说？我觉得还没有个因果呢。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要强的男人，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特别好的家，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咱别说空话大话啊！什么叫特别好的家？几百平的房子，咱们说目标，起码得150、160吧。彩礼呢？你要多少？
6万6、8万8都可以啊。行。在我们那边其实是18万8，很少有10万以下的。对，我已经要的算是比较少的了。首付你们家都有是吧？现在可能我也不确定，因为我没跟我爸商量过这个事儿。就是他家里虽然着急，但是一直也没有说去买房子的事儿。我有时候甚至在想，他家里是不是压根儿也不是很同意我俩在一块儿。我俩谈恋爱还没有公开的时候，我去他家找他，然后我们2个人本来是牵着手在那儿走呢，在路边走到他家楼下的时候，他突然把我手松开了，然后把我推一边去了。当时我说你干嘛呀？他说对面来了个邻居，怕邻居看到。当时我就直接我就哭了，搞得我好像个地下情人似的，就见不得光似的。我当时就特别自卑。其实我到现在心里也是有点，他家里我知道一直都会有点介意我的年龄。虽然说现在是同意了，因为我们俩谈时间久了嘛，他们也不能怎么着，因为我俩死活也不分开，家里人只好妥协了。就是既然这样了，年纪也到这个地步了。你们想不想听听我们怎么说？可以，姑娘，别着急。你现在把自己搞得呀，就特别像个怨妇一样，你的机关枪就没关上，真的，你特别挺委屈的。你其实特别可爱，你也长得很好看，但是你一直说话，你就让我们每一个人坐这儿坐都坐不住。我的天哪！你说我们是个旁观者啊，对不？来，我们接下来问问各位老师，这段感情值得宝贝吗？他必须得放弃创业才行吗？我是这样认为的，因为那我不保卫这段爱情，因为没有道理我要求一个24岁的年轻的小伙子放弃奋斗。可他现在已经负债了呀，他还在奋斗，他还要负债20万、30万吗？你看到的是负债了，妨碍你们结婚；我看到的是他负债了，他坚持了；我看到的是他负债了，他拼了命的从0到2有俩学生了，这是他的成长过程。你要求的是，跟我结婚不能受妨碍，他不许创业去，凭什么不许他去啊？你告诉我，从我俩在一起，因为当时他在上学，我毕业了，所以说我俩花销基本上都是我在出嘛，因为他也没啥钱，我总不能花他爸爸妈妈给他的零花钱呀。当初你花的时候，他跟你要了吗？没有。当时有人逼着你非跟他谈不可吗？没有。所以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要求他，我的立场是我31了，我赶紧得嫁了。他24岁的男人，他需要成长的空间，差了7年，生活节奏互相之间是会有妨碍的，这是客观的呀。这些我知道的呀，所以说我也一直在等他。就别人都说，真的是不要陪一个男孩长大，因为他长大了，他最后也不一定真跟你在一起。但是我也无所谓，就是我可以去陪你长大，我也可以去教你一些事，我也可以等你。那陪他长大，你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啊。这男孩他得摔跤，他得出去折腾去，他得有时间。我让他折腾了，这不是创业失败了吗？可是他现在还想再来第2次，我就跟他说，那当然要有第2次了，不试错怎么能有成功呢？但是如果他继续创业，别说今年、明年了，我们可能后年、大后年，我们都买不了房子的呀。是的，那也买不了房子，那怎么结婚呢？首先啊，他有没有踏踏实实的在成长？有，比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已经成长了一些了。所以他做错什么了吗？可是我压力很大呀，现在就是家里包括亲戚都在说，你怎么一直不结婚？不结婚到底原因是啥？可以跟他分开吗？所以说我不保卫这段感情。我不知道到底还要等他多久才能真的见到这个房子。2个人都没错，咱不等了不就完了吗？这感情哪能说放下就放下呀？我要能放下，我早就放下了。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不敢谈了。那别一边等一边抱怨，等的不甘不愿的，那就别等了。谢谢雷老师，一律保卫吗？我想保卫。男孩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错，反而是你要在这个恋爱关系过程当中要调整好自己。你们2个人有7岁的年龄差，成长的生活的轨迹是不太一样的。你如果真的是爱他，其实你要尊重他的选择，你却用为他好3个字来传递一个你都没有经历过的经验和建议。我希望你能够看清楚，这个男孩挺好的，不要轻易的去控制，
有可能你未来再看，这就是你男朋友的来时路。我先说啊，我保卫。但是呢，真的姑娘，你的男朋友全程微笑的看着你，他非常精准的知道怎么做才会碰到你那根特别敏感的弦儿，他也知道怎么不做才能够保护你的情绪，但他为什么要做？所以姑娘，你得明白一件事儿，你赌的东西不是他听你话，而是他心甘情愿。你的焦虑在这个台上已经一目了然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焦虑不会因为说结了婚、创了业、成功了这事儿就终止的，你未来还会有无数的事情在那里摆着。你看你在你的这一段感情当中，不停的在去攻克难题。先是所有的人都不认同你们，好不容易认同了，马上又开始考虑两个人到底有没有足够的钱去筹备结婚这件事儿。那这事儿忙完呢？所以他问题的根本不是说他有没有能力去实现你的梦，是你没有能力去实现你想要的生活。当把我的生活、我的希望、我对于未来所有的期许都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你得多被动啊！你对自己的生活都没规划。刚才那个66000也行，88000也行，哎，你还有选择，你还能商量。我本来都想好了，如果说到最后的真的拿不出来钱的话，我就可以1分钱不要。我跟你说，你根本就不需要在这里去给他一个余地，说明你对自己的人生根本就没规划。改变的，先是我要先对我的人生负责，但是我保卫的原因是完全有空间可以调整。因为就冲他笑眯眯看着你的那个样子，我就觉得他还能陪你走很远。啊，我保卫这段爱情。今天想提到一个词，就是选择。我想问一下姑娘，你为什么选择他呀？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有时候还挺开心的，老是那种就是相爱相杀。他第一次知道我比他大7岁，他就故意的在那儿渐渐的冷阿姨冷阿姨，就那样，就是来逗我。然后当时我一开始还觉得挺生气的，后来我就觉得他挺可爱的。我们两个这个小孩挺好玩的，愿意跟他一起玩。对啊，那你是什么促使你接受了他比你大7岁？他并没有看起来，比我大7岁。我觉得爱情不是年龄的问题。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啊，等你44岁的时候，正当年的时候，他都已经50多了，你们俩还看不出来差距吗？但是我并不是看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是次要的。主要是什么？灵魂契合。那为了灵魂契合，你愿意放弃你创业以及你去体验这个大好世界的这个机会，安稳找个班儿，你们俩就是灵魂契合一辈子？我现在还不太清楚。他现在还是想创业。那姑娘，你愿意等着他，哪怕不结婚，等到你41岁的时候，他34岁，他创业成功吗？都41了，我还不结婚，我的天哪，我真成老太太了，快！愿意还是不愿意？不愿意。波姐，你问完，你觉得你还保卫吗？不保卫。啊，我肯定是坚决不保卫。老师们说的都是什么现在创业啊什么之类的。我说一个现实情况啊，他有5个姑姑啊，他爸在家里面排老几？最小的。他在他们家什么地位？他是他家独生子。你一个人去逗他们家5个姑姑去啊？为什么到现在婚房都没有信儿？我告诉你，家里面人的态度是什么？别拦着，越拦他越得结。我们不做任何的行动，不要激起这个孩子的叛逆心。长辈们的心理状态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姑娘。而且未来的日子，你嫁进他们家的生活，你想过吗？你婆婆在那个家，未来婆婆啊，在那个家都说不上话，你又能置于何地呢？好，我们呢都是感性的分析啊。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艾小宝，来，有请艾小宝。好的，莎娜老师，我刚刚分析得出，这段感情男方问题占比58%，女方问题占比42%。女方基于年龄焦虑与安全感缺失，对男方进行全方位强势干预，将自身求稳诉求全盘强加于人。男方未选择正向沟通，反而用欺骗、偏执创业对抗管控，
彻底摧毁了信任基础，加剧了女方的焦虑。好的感情从来不是管控与对抗，而是尊重与同频。建议女方放下无边界管控，学会共情沟通。男方停止欺骗与偏执，与女方共同制定规划，用踏实行动重建信任。谢谢艾小宝啊，请两位先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。有个甜蜜的回忆，你们想看吗？看看吧，看吧。哎呀，又哭得停不下来了。美好发生怎能不看？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。其实我做的这一切，老实说为了你，但是这3年来，我可能有些地方并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，但是我希望你以后能不要给我带来那么多无形的压力。我确实想风风光光的娶你，但是你再给我半年或者1年的时间，你能不能把我心里那个疙瘩，把我心里那个梦解开，好吗？半年又半年，我不知道到底还要等几个半年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还能不能相信你说的话。你确实言而无信太多次了，我现在其实有点乱，我脑子，你给我一点时间想一想吗？我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老师们觉得出来吧？我认为觉得出来啊。那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中国广电天津公司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嘿。哎呀，我以为偷戒指呢。得掏个纸巾啊！每天都给他备着，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。你出来是啥意思呀？我还想娶她。好，抱抱彼此吧。祝你们幸福啊！谢谢你们来到节目。谢谢。爱呀，从来都不是一意孤行的执念，而是双向迁就的真心。正如我们对七夕的浪漫的理解一样，它远远不止于一场鹊桥的浪漫，而是对真心的守候。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们，您可以登录微信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官微视频号和公众号，或者呢在抖音搜索“爱情保卫战”抖音官方账号和我们取得联系。记着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，小心被骗。看电视选广电，办宽带选广电，用手机选广电。本节目由中国广电天津公司独家冠名播出。爱情保卫战，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